到一点点胖胖车。我们来丹麦第一次去 Schopenhauer 以外的地方，我又忘记它怎么念了 ，Helilod。我也不知道。然后也不知道为什么中文翻译海累累。你说我们中午会在这间吃哦？在16世纪时，这边只是一块私人庄园而已。但是丹麦国王腓德烈克2世，他为了博皇后苏菲一笑，就用了一座森林寺院跟庄园的主人交换，才盖了这座城堡。后来克里斯蒂安4世执政的时期，这座城堡就被修葺成了荷兰风的文艺复兴建筑。这边曾经被瑞典拿走。有。18世纪的时候，王室搬去了新的行宫，叫弗雷登斯堡宫，它又叫做和平宫，是为了纪念北方战争的结束。那因为它的建筑风格是巴洛克式，还有非常气派的英式，还有法式的花园，所以又被誉为是丹麦的凡尔赛宫。那这边的话，就成为了皇家博物馆。16世纪，17世纪，然后这个是现在的，然后这个是19世纪。为什么这个有点梵蒂冈顶楼的那种感觉？所以教堂的门现在才刚好要开，那我们算第一批进来。现在这个空间是国王跟王后的礼拜室。下载博物馆的 App 以后，你可以在里面搜索这一个城堡。然后点进去以后，它会有语言的选择，还有每一个空间的解说。你可以戴耳机听它的音档，也可以看文字的叙述。是丹麦最早期的国旗，有瑞典的3王冠，挪威的金狮，跟丹麦的三四十狮。这是他穿着罗马衣服的小香花。这个是国王的电梯，还可以从他的房间直接坐这个，然后到工作室。电梯的楼层并没有很多，它只有1层而已，就只有往返这2个空间。比较让人意外的是，没想到那个时候就已经有电梯的这个概念。我以为这个想法并没有这么的久远。这个象征了国王的座右铭：虔诚跟正义。他们结婚的时候啊，皇后才14岁，可是国王已经38岁。但是他们婚后的感情还蛮和谐的，然后还生了7个小孩。我知道这你一定接受不了。是这一幅吗？有点太暗了。腓德烈克2世国王的全身肖像画，厉害的是它是丹麦艺术史上面第一幅全身肖像画。这个就是他的皇后苏菲。可以去文岛看到的那个天文学家的家，然后那时候他说天文学家的故事后来没有继续在丹麦，是因为国王非常的不可理喻，然后那个国王就是腓德烈克2世。是2世吗？是啊，是2世。我还以为是3世。他说他虽然他在位的期间，丹麦的国力跟财力都有上升，但是他个人的性格上就是有点缺陷。
这一幅画是克里斯蒂安四世他19岁登基的时候在哥本哈根的游行。你们会在这边看到贾士伯在小小的角落，是因为在1859年的时候，城堡有遭遇了一场火灾，然后是他资助旧有的设计图重建的。是克里斯蒂安四世的继承人克里斯蒂安王子，旁边是他的皇后。这是克里斯蒂安四世跟情妇生的小孩。但是她被关在兰塔22年，因为有人说她跟她丈夫有参与叛国罪，然后她也把这一段经历写成一本书，叫《苦难的历程》，大家可以看到手稿，我们来找找看。这一间房间是斐德里克3世跟苏菲亚雅美丽成为丹麦的国王跟王后。截至这个时候，丹麦已经有30年没有王后了，我还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王后很厉害，她的时尚风格带来了一个全新的潮流，而且她把欧洲法院的概念带来了丹麦。这个城堡里面最大的空间。这里的花园是梯形式花园，总共有3大节，但我们时间不够，只能看这个。你知道这个小瀑布是以前就有了，不是后来整修的时候才建的。餐在城堡旁边吃，又到我最喜欢的环节。搅拌latte，在我这边说没有 ice latte， 还是丹麦的 ice latte， 反正就是没有是这家店的菜单有点不好懂。对啊，它的 ice coffee， 它的 ice coffee 是有加。我还是觉得很怪，我到现在还没有想通，就是我的 menu 到底发生什么事。美术馆，美术馆，等我。稍微。哦，这边这一站已经有厕所了，还有人尿在这里，真的是。我觉得这个区间车好可爱，我好喜欢。388公车，我超强的，差点就错过了，又要等很久。好，就不想浪费时间。哎呦，端要，哎呦，走，看起来好像我们家附近的植物园哦。你再念一次美术馆的名字。奥嘟嘟美术馆。你刚刚自己念的奥嘟嘟馆。哦，对。好痛！
这个博物馆的创始人是一对年轻夫妻，他们从结婚的初期就开始收集丹麦跟法国19到20世纪的作品，所以后面的这一部分空间你会看到他们当时的家具。介绍文把他们的身份写得很低调，但其实他们就是在哈维尼亚公司的前执行董事兼国会议员 Wilhelm Hansen。航空也是这个设计师的作品啊。原本想要买一幅画回家挂，但是我最中意的那几个作品都没有卖。这超酷的！博物馆旁边就是丹麦的家具设计之父 Finhus 的家。刚刚在博物馆里面有一本他设计的椅子的行路，然后老公看到那一本的时候就已经难掩兴奋之情了。那个苏菲，或者移动城堡里面的苏菲，她做帽子的空间。看看室外的一些装置艺术。哦，要转过来，要转过来。咦嘿！我们要来走走看这个。真的啊，我不知道现在有几个人呢。哇！要去我们上次没有去到的教堂。我们上次来克里斯蒂安自由城的时候，原本有一个教堂，它很漂亮，但我们没有上去，因为人超多。是它。今天就来爬你，看你到底有多厉害。要先上网预约才能够进去。我们该不会总共是10层楼，然后每一层都有一个介绍吧？不知道，它这里有4个问题。这应该算我们爬过最 fancy 的塔，还有影片介绍教堂的历史。哇，一堆天使哎！现在只容得下1个人。我的头发一直飘。然后我就直接表演荒野女巫给他们看，说真的有一点点吓人。这个塔我们没有很推荐大家来爬，因为它上面的风太大了，我们有好几度都是站不稳的状态，甚至连拍照我们后来都省去了。再加上它的教堂我们已经来访了3次还是4次，但每次都没有开，可是官网都说并没有特殊原因，所以关闭。怎么了？怎么不开心？我手脏了，我没办法继续拍片。我还不能抓痒，也不能拨头发，这样子。那是因为你有洁癖吧？我没有洁癖。啊，我刚刚想说奇怪，怎么那么稀奇？就是我们第一次搭绿绿的公车，就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在丹麦搭过公车。准备去餐厅吃晚餐，今天要吃很有名的海鲜餐厅。我的手现在已经不是我的手，我觉得超烦，因为我们刚刚在爬那个塔的时候是手脚并用的，然后我就一直很想洗手，就教堂的厕所又排很多人，
在北欧很难吃到贝壳类的海鲜，还有大虾子，所以我今天想点它们。我们想点这个 set， 然后外加半打的生蚝。看这鱼的造型，啵啵啵啵啵啵，我要溺死了，啵啵啵啵啵啵。夏天就是要满满的 apéro， 啊，塑胶，又是塑胶。我们最近喝到的 apéro 都是塑胶。我们的餐点看起来超嚣张的，而且还有2 round， 这只是 round 1而已。然后生蚝我们点很多，另外2个是法文的，我们一开始以为是味道不一样，结果是品种不一样。服务人员是有建议我们就是吃的顺序的，所以我们来吃吃看他们有什么不同。有没有？它第1颗奶香比较浓郁，我要换吃第2颗了。我自己觉得第2颗比较清爽。第3颗的味道呢？真假的？你们点这个套餐都要再加点2颗当季的生蚝，原来感觉完全不一样。我们觉得当季的最好吃。苦苦等待第2轮的我们。第2轮。我要走了3倍被你挡住了。还有大虾虾，然后跟那个叫什么西瓜沙拉，它的扇贝是有点日本酱油的那种酱烧，甜甜的，很香。